普京5月9号红场阅兵式还未开场，泽连斯基就送来了开胃菜。5月6号凌晨，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多个城市，莫斯科4座机场一度被迫关闭，俄罗斯临时关闭了10几座机场。当天，乌克兰外交部呼吁各国不要派军队参加莫斯科红场阅兵，那等于和战争罪犯站在一起，这是不可接受的。在这个呼吁中，人们看到了一个决定战争与和平、邪恶与正义较量的大戏正在拉开帷幕，全球都在不眨眼看着这场大戏。你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潇。中共党魁习近平是这场戏的一个主要角色，他一意孤行要奔赴莫斯科，不过形势比人强，他似乎没有选择。党的喉舌新华社这几天连续刊发习近平颂扬中俄友谊的言论，逐季回顾他的金句和引用过的诗词名言，还在5月5号发行特稿，在标题中专门提醒习近平说，俄罗斯各界热切期待习近平出席红场阅兵庆典，这不是把他架在火上烤吗？明摆着前面就是枪林弹雨，习近平也得硬起腰板赶赴红场阅兵了。5月9号会出事吗？旅美中国学者荣建5月6号在 X 平台表示，肯定是防不胜防。习近平烦心的事一件接一件，中南海这几天就是清静不下来，消息满天飞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爆料和推测。总而言之，习近平已经让中共元老们大为不满，能不能在中共21大连任还不好说。20大之后，习近平大权在握，定于一尊。没想到习家门内争斗厉害，习近平又突然中风，张又侠趁虚而入，来个釜底抽薪。习的军中亲信一个个被拿下，军中老三何卫东目前也下落不明。中南海停止向外发布几百项经济数据，以为这样就会平安无事了，可还是有一些数据时不时跳出来，把中国经济的伤疤暴露出来。财新今天公布的中国4月服务业活动恶化程度超出预期，说明贸易战的冲击带来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，中国经济还在不断衰退。凯投宏观分析师黄子春认为，这显示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拖累超出了制造业。现在中国局势乱成一团，谁也没有本事整出个头绪来。在莫斯科刚刚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，习近平去莫斯科，正好可以展示他对普京的友谊不是嘴上说的，是经得起炮火洗礼的。普京在这个孤独的时刻迎来这样一个朋友，应该很感动吧？加拿大时评人丁律开说，他的目的还是想给普京去打气吧，想要普京继续把俄战争打下去，和坚持美国的经历，就是美国不能全力对付中共。他之所以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，他也是没派可打了。国内的话，他因为被缺钱，他说话已经没有多少分量了。在国际上的话，他去东南亚3国访问，3国全身就对美国示好，所以他相当于是没起作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就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去阅兵，去参加阅兵仪式，就表示他只能抓住普京这个救命稻草，跟美国人叫板了。习近平确实没牌可打了。如果他冒着生命危险的出访能感动普京，在中共党内他就能捞一笔政治资本了，自己的权力也可以巩固了。况且泽连斯基真的会在5月9号袭击莫斯科吗？那是一个许多国家政要聚集的日子，除了习近平，巴西总统卢拉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都将在场。泽连斯基能动手吗？普京助理乌沙科夫证实，星期四普京将与习近平会谈。看来习近平出席红场阅兵应该是没问题了。美国时评人郑浩昌质疑，乌克兰虽然发出了威胁，但是泽连斯基真的会出手吗？如果他真的把卢拉、苏林、习近平都炸得灰头土脸的，那等于同时跟4个国家开撕了。以乌克兰目前的艰难局势，对付一个俄国已经够呛，
实在犯不着这样出格行动，再添加3个难缠的敌人。郑浩昌指出，所以说呢，哪怕当天出动的无人机或者炸弹，我估计他也不会来真格的，他的威胁更多是虚张声势。这样来看的话呢，北京方面如果研判的得失，习近平还是敢去的。据彭博社5月6号的报道，习近平出访俄罗斯目的很多，不仅能向全世界表明和普京关系密切，还可以借着红场阅兵的机会扩张自己影响力。这次出访的国际环境很复杂，中共与美国正在关税上较量，欧盟对中共的态度从伙伴、竞争者转变成对手，俄中两国同时面临新的经济挑战。中国经济在川普关税冲击下，制造业一蹶不振，对美国出口几乎断绝。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就变得更为重要。俄罗斯面临欧洲计划停止进口俄气的压力，还有战争进入第4个年头带来的经济负担。习近平可能希望通过此次访问，争取普京在政治上给予更多支持，而习近平出席阅兵式是与俄罗斯团结一致的象征。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，西方前所未有的制裁迫使莫斯科增加对中国出口。据中共海关数据，2024年中俄双边贸易达到了创纪录的2450亿美元，较2021年增长 68%。但中俄贸易在2024年年中到达高峰之后，正逐渐放缓。俄罗斯上调了税率，中国汽车对俄出口数量大幅下滑。习近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自己和普京是真朋友，真的是吗？在许多认识上，普京和川普倒是一致的，他们很可能成为朋友，这对习近平来说实在太可怕了。5月4号，俄罗斯1号电视台记者帕维尔·扎鲁宾发布的普京最新纪录片显示，早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只承认男性和女性2种性别之前，普京就一直在捍卫这个传统价值观。郑浩昌认为，普京目前呢是需要中共的军事援助的，所以肯定还会跟北京有一个表面上的捆绑，但是形势很多时候比人强啊。如果习近平那边因为经济政治的双重巨变而撑不住，普京是不会那么笨，绑死在一条船上的。这种脆弱的合谋是经不起外部形势大变化的猛烈一击的。郑浩昌还认为，美国对俄乌战争不再调停，这是一步好棋。丁立开也说，如果是俄罗斯不停止战争的话，下一步进一步可能就会拿出更强硬的措施去制裁俄罗斯，包括对经营对银行金融冻结制裁呀。而今世界局势动荡不宁，习近平想拉拢普京一起对抗川普，川普也在争取普京融入西方世界。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牛奔认为，习近平此行可能会提供一些俄罗斯期望的东西，比如西伯利亚力量2号。当然，对于习近平来说，结不结束乌克兰战争，中俄贸易关系放缓，都比不上在世界舞台上削弱美国这个目标。他希望普京和他联手，习近平能得逞吗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